是开馆是罗丹展。那罗丹来的时候，很多的观众会告诉我们说：“哎呀，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第一次走进美术馆，看到雕塑这么多的雕塑也好，画也好，在打开箱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一刹那，就觉得好像风闻有你，终于看到你的那一刹那，觉得哇，我真的是也内心都在滴泪，就说哇。”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做美术馆了。台艺大这个艺术管理跟文化政策这一个博士念出来，是完全 for 富邦美术馆的准备吗？我读这个当然真的是在筹备美术馆才开始读，因为我觉得我有需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专业，我如何到国外去跟别的馆的馆长谈论我要的内容，跟我要如何策划这些。这个富邦美术馆在2024揭幕之后，很多媒体有多多少少报道了一点美术馆的故事，是。但是呢，一个美术馆它背后这个催生者，他自己的生命过程，一定是这个艺术呈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经验的累积跟力量。所以今天欢迎馆长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谢谢念华。哎，我听说今天有带富邦美术馆的馆藏来，是不是？没有，不是，这是我自己在还没有做富邦艺术基金会的时候，我自己临摹的。你临摹的？对，临摹的，因为我很喜欢莫内，所以我就临摹了他的一些画。哎，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好不好？中文叫即可乱真啦。好，但是呢，我们就请这个临摹者本人跟我们分享一下。看您带了3幅你临的画哈，你那时候选择临摹莫内的这2幅，那跟那时候心境有什么关系？看到1997耶，哦，所以那时候画的是这我1997年成立了富邦艺术基金会。那这是我在成立基金会之前呢，常常在家里自己就会临摹我自己最喜欢的艺术家，包括莫内，他是1840年生的。那其实他那个年代，他创造了这个印象派画家。那我最喜欢印象派，是因为他们在画光影。你看这幅画，其实荷花下面的这个光影有这个紫色，这是在吉文尼他的家里的这个荷花池。那个这幅是在伦敦的那个泰晤士河上面的这个Waterloo Bridge， 是滑铁卢的桥，它也是一样的。对，它主要是要呈现那个雾。那这一幅也是一样，就是在讲说，就是你可以看到都是帆船下面的水影，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印象派的光影非常着迷，因此呢，我就临摹了这三幅画。哎，97年在临这3幅画的时候，有没有跟老师学画，还是说你从小是自己喜欢画？对，我就是一个很爱画画，从小都自己画，所以其实我也没有跟什么老师学。我是有去大概上过2个月的课，可是老师也没有教，老师就说你就画了，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就这样。好，那在我们坐下来谈以前，我很好奇啊，像这个临摹名家的画，你临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得失心？就是说，哎，我临的这个到底像不像？我要不要再临一次？其实我觉得作画最棒的就是这个色彩。其实，在调色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很大的喜乐。那当然 ，of course， 就是说你要去呈现这些层次感啊，这个就是要慢慢的一笔一笔的加上去。那其实就说你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不满意的时候，你就再多加几笔。可是这个画我就是4个小时就画完，而且这些画是我爱的画，所以它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很久很久。所以就是好像你在画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很认识的一个景这样子。
好，我觉得这个开场很棒啊，因为我们从一个爱画画的人、喜欢画画的人的这个心境来了解你做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富邦美术馆。好，那馆长呢是一个爱画画的人，我们从这个角度一起来分享你的生命。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来到富邦美术馆，欢迎您。观众朋友，到2025年啊，这富邦美术馆的开馆呢也远远的超过6-7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啊，有哪些开馆之后观展的这个反应是超过馆长你原来预期的，然后你觉得蛮感谢、蛮特别的？其实我们2024 5月4号开馆，那这个开馆到现在呢，这种小故事非常多。我觉得最 impressive 就是说，在罗丹，我们是开馆是罗丹展，那罗丹来的时候，很多的观众会告诉我们说：“哎呀，你让我们看到我们第一次走进美术馆，看到雕塑这么多的雕塑。”那我们以前对雕塑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看，可是听过你们导览以后，看了这么100多件的雕塑以后。你让我大大的对雕塑改观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觉得说，如果能改变一个人对雕塑的看法，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那还有就是说，譬如说梵谷，大家进来的就会很感动，很感动。然后我想再回去，然后出来以后又再回去看，出来又再回去，我就觉得说，哇，值得了，值得了。然后还有就是说，雕塑也好，画也好，在打开箱的时候，那。就是我看到的那一刹那，就觉得好像风闻有你，终于看到你的那一刹那，觉得哇，我真的是也内心都在滴泪，就说哇，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做美术馆了，因为我怎么可能有这么亲近的看到我这么爱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而这里面刚刚馆长你提到梵谷，在2024年的时候，富邦美术馆它开展了第2展。应该说，它其实跟罗丹是同一个曾经有重叠同一个时期的，有25幅梵谷的真迹。对，我很好奇，就是我前面私下跟你聊，我才晓得原来是这个库勒穆勒美术馆是他来找到富邦美术馆的。是。因为如果我们相对来讲哦，我们大家熟悉台湾的博物馆啊、美术馆，会觉得富邦美术馆好像相对会比较小，然后它又是比较新的。是。他们在选定富邦美术馆的过程是什么？其实我们2024为了这个馆呢，我们筹备了10年嘛。那在2023年的时候，库勒穆勒的馆长他就来台湾，很想把这一批画到台湾来展，可是他就选不到他想要的馆。通常他们是在哪些面向去做适合他艺术品的选择？是，譬如说我们的空间是无梁柱，非常挑高6米高，300平。一个空间这样子是已经非常难了，再来还有恒温恒湿，也是他们很重视的，所以他就亲自来2次，他要 make sure 你的那个数据真的是在3个月内恒温恒湿，他才愿意把这画放进来。不管是罗丹或者是梵谷的展览开始之前这个过程，其实它都有一些让你紧张，是，然后也后来让你危机感解除。就一个单纯爱画画、喜欢艺术欣赏的人，他不曾经历的，所以你必须要 go through 这个过程。对你来讲，这个也应该也是蛮意料之外的，是，对不对？是我做了富邦艺术基金会28年，这个馆就成立。那我相信上帝选我来做这个位置，是因为之前就已经在预备我，因为得到了大众的信任感。因为我们艺术基金会做了常年的粉勒丁的展览，也是在户外做这些雕塑，其实就是希望把艺术跟人民的生活
更亲近、更拉近。以前我们都在东区粉乐町，现在又到了信义区，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经营的信义区。所以其实我们一步的走来，都有好像在铺一条路一样，能够有一个艺文的一个，不管是 gallery 也好，或者是美术馆也好，其实在这个区域，尤其是信义区是非常缺乏的。大家带领的计划在一开始会常常是非常不清楚的，对，非常不清楚的，对。可是它总有那么一点点的讯息，回过头来想，总有那么一点点的亮光在那个时候闪动出来。你16岁的时候在国外念高中嘛，你就开始买了第一个，我想应该就是零的啦，哦，是海报。那个时候你有我假想就是你有孤独感吗，或是什么？为什么那个海报在那个时候会深深的安慰你？是因为我16岁先全家搬到了关岛2年，然后到了洛杉矶，我们到了美国。我把这个历史课本一打开，基本上多少生字都看不懂，所以我每天都早上都读到4点钟，然后我就是靠着听音乐，像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第1交响曲，这个协奏曲是陪着我这2年的心情，然后让我觉得说，哇，我明天又有希望了，要不然这日子太苦了，因为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什么你都听不懂。明天要考试，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连讲话都不会讲，所以我就要写了一个 notes 给老师说，老师真的不好意思，我才从刚刚来，那我真的什么都听不懂，可不可以用别的方式让我补足我没有办法考试的那个？老师就说可以，那你去找一个 topic， 你自己去做一个报告report 出来。老师叫我做一个，我就做了2个，然后给老师以后，老师一样给我一个 A。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这个 chance， 我应该连 D 都不可能。那张海报是星空吗？让你度过那个在内心里面只有你自己知道非常不容易的那个青春。对，那个星空其实就是这些 difficulty 让我觉得说，我看到星空，我也是有盼望。除了音乐以外，对艺术都是我疗愈我内心、安慰我内心的一种方法。它就是在我的床的右边，所以我每天睡觉就这样盯着它。然后就感觉到我有盼望，我看到那个星星我就盼望。可是，在那个年代，我并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Van Gogh是谁，我没有去 study。可是我单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星空，让我觉得有盼望，而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你的内在是梵谷他的心灵跟他的话陪你度过了，因为其实你的家人即使再怎么想帮你，他没有办法帮助你，没有办法，因为妈妈出国，她40岁，她英文也不会讲，也不会开车，其实到了国外以后，全部都要靠自己，所以那段时间也训练了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难怪这个馆长他还带了一个他零的，你看零的这个梵谷，这个是粉彩嘛？那这个 acrylic 算是油画，可是比较容易干的一种油彩。那这个是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我出国跟我先生去度假的时候，我一直在读他的书，在读书的时候读一读就很想画它，所以就这也是大概2个小时就画出来了。然后所以原来零画可以是这样的一个心境哦。是，就是其实我很特殊的说，我只要看到美的风景，我就想画画。所以在我度假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而且我是到了那个地方才去买所有这些道具来画。各位看板人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富邦美术馆。那今天非常特别的是，有请富邦美术馆馆长欧美惠来帮我们做导览，欢迎馆长，馆长谢谢邀请。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呢？今天要带你去看我30几年来的典藏展哦。哇，很期待，我们走吧。走。哦，所以典藏展在3楼，对吗？对呀。你看这边有富邦典藏展，富邦 collection。那我们要先看哪一个典藏？就先看白莲，最大的这一幅。这个平常是挂在家里的哈。对，这是我们家的，这应该是镇馆之宝吧，因为它是常玉有史以来算是最大的一幅画。那拍卖场第一个经验，然后就收到这么大的画，它也是台湾第1幅超过1000万的画。那其实重点就是说，其实常玉为什么我们喜欢它，是因为它的白色跟粉红色，这是它早期的画。那早期画，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像白莲这样的主题是很少的，尤其是这么大。你看那个白莲，它
白色的，可是它在白的布前面。其实如果有学过画的人都知道，画白跟画黑是最难的。那他可以把这么简单的东西画得这么有立体感，这么有气质。重点是它的气质，因为我们都喜欢白莲，就是出淤泥而不染。你看它下面有一些刮画，这也是很中国式的。所以东方人到了西方，你怎么在白人的社会里面不会失去自己的内在，保持东方人的这种意境，然后用西方的油彩去表现东方的笔触，这就是他最擅长的。好，我们要往那边走，就叫一帆风顺。好，来，这可能是我买的第一幅哦，然后它是在我的书房的后面。你看这个一笔一笔的，像不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毛笔？那你知道，其实我自己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喜欢海，是因为可能我是关渡人，是在海边，然后我16岁，我们家移民去关岛，然后也是在海，然后我到了洛杉矶的Santa Monica又是海，我就跟着这个船飘到西方社会去，然后这个天空的粉红色让我觉得哇，好有盼望哦，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美国梦，那可是因为海是黑色的时候，你又特别有感觉，觉得说这个过程是艰辛的。这个朱元旨，那朱元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工业之轮。我现在想想说，其实为什么我会喜欢这两个艺术家、画家，是因为呢，他们也都是小留学生。我收了30几年，再看回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呀，原来我喜欢的，好像跟我的生命的状态是有点像的。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纽约，所以我看到这个纽约的主题，又工业之轮，又特别感觉，因为我自己以前是电机系的，我对这种工业的东西是很有感受。你还是有那个灵魂，有那个灵魂在。好，然后当然对朱元旨来讲，他很重视的是说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叫钻石主义。你看中间是不是有颗钻石？哦，对，真的哎。所以他那个年代呢，其实很重视的是说，他觉得除了他有动感，你看他的画这边有动感，对不对？他有音乐性，对。然后它有时代的背景，对。所以它是你看左边上角有一个飞机，然后有一个大太阳在那里，然后你仔细再看下去，它有很多的 cross， 有没有？这边有个十字架，对。然后这边有一个人，因为有一只鸟。他说他每一个画出来的，都是有代表性的。这最后的晚餐，这也是在他这是被 commission， 就是他以前是被一个纽约的教堂请他画的，可是因为他后来画的太前卫了，所以教堂就没有收他画的，没有采用。你看他的人物有没有？就看得出来真的蛮前卫的。对，你看他的脸啊，什么都用他的这种，比较像立体派，跟也是他的钻石。好，我觉得今天就是听完馆长分享这些画作，而且尤其都是你的收藏，我觉得仿佛阅读了你的人生一样，对，就非常的精彩。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来富邦美术馆看看这个典藏展。我觉得你好像手做这一件事情，手绘跟手写，在你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占了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是。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天这个手抄本，你的手抄素材，跟你为什么会透过这个手抄，让自己有一段时间来沉淀。是，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日期2021，对不对？那时候开始 COVID 来了，那我就想说我要怎么祝福？当然要让自己不害怕、稳定的方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先读经、手抄经，好像是一个灵粮，把它吃进去，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亲近方式之一。那我把它抄下来，我就想说，将来我如果能够给我的孙子最好的礼物，可能我留下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基本上是天天，主要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抄诗篇，因为诗篇是一个祷告。那后来又箴言，箴言是做人处事的道理。再来以后我就开始抄使徒行传。那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一点渴求、渴慕，我想要得到一些答案。那抄下来以后，我就会把它 po 在 FB。让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全部看到。这4年来，所以你是一个
内在心灵活动很活跃、很旺盛的人。但是呢，有的人是他可能因为这样子，他比较喜欢跟外界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是，但是呢，同时你又透过很多方式跟你的家人，是，然后跟你的社团去做连接。所以我现在就比较了解为什么会诞生富邦美术馆。我们今天的标题是说从这个奠基到艺术，原来你在大学读的仍然是跟艺术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Double E。是，所以你也当过上班族咯，在结婚以前。是，其实我自己从小到大我是喜欢艺文的。那我从小就是学艺鼓掌，写字比赛我就拿第1名。可是这个好像比较是天生的，譬如说我唱歌5年级也是拿到第1名，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现在想回去，是神给我的，赋予我的一些能力，让我将来长大有这些东西，可以接触到更多同好、更多人，所以我可以借由这样子的给我的恩赐来传福。任何的一个好的讯息，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没有人会听你讲。所以但是那时候要选 major 的时候，你没有想说，那我来 major 艺术。OK， 因为妈妈爸爸就觉得说，你大学毕业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那时候我就问我的 counselor 说，其实我想念的是建筑系。那可是建筑系在那个时候，老师说你出来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只要电机出来，基本上一定找到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因为从小到大虽然喜欢画画、喜欢唱歌、喜欢这些运动啊，可是其实我最好的科目就是数学，就是 happen to 数学。所以有了数学这个底子，要进到电机就是不是困难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就念一个实用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在 UCL 的时候，其实虽然是电机，可是我还是参加了合唱团，做了我在喜欢的事情。那大学以后变成第1年出来就做了一个上班测试的工程师，在我的教授的一个工厂里面，所以我每天面对工厂，然后测试 PC board。那个时候有个机器叫做 oscilloscope， 我每天就在查这些电阻啊，什么 capacitor、resistor， 然后我做了1年以后，我回家就跟我爸妈说不要做了。所以那时候本来其实是想要去念商，可是后来就遇到先生，然后就结婚了。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结婚的年龄是几岁？23岁。23岁，好，这个，但是后来你的求学，如果我们讲说是学历的这一个求学过程，你没有停过。你又念了 EMBA，然后在富邦美术馆诞生的前段的时间，是你又念了艺术博士。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你现在谈起来，这都是准备。其实我先结婚的有10年，我是做全职妈妈。那做完全职妈妈以后，其实我在跟我老公结婚以前，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的人。那其实小孩子不晓得说啊，结婚2年就2个小孩出来了。所以先生跟他商量以后，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好了，你可不可以全职做妈妈，让他们大一点，你再那个。其实我一直对 business 也很有兴趣，因为我老是跟着先生到处跑，到处看他做生意，然后跟国外的人怎么交易，我会帮他写笔记给他看。我刚开始还去耗子2年，每天去做 trade。去富邦证券，从9点到12点去研究怎么投资股市。可是我投资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发现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每天在想钱，我不快乐，所以我就说不要，那我就还是就回到我的艺术。可是我其实小孩子在长大的阶段都是我在带着小孩。可是有一天我们去度假的时候，我还记得好像是在马尔地夫，小孩子都念大学了，而且他们都学的都是商，哇！整个晚上他们都在讲话，我一句话都插不进去，我就开始有点失落感。为什么人生走到这个地步，我变成没有话可以讲了？然后我女儿就说：“妈妈，你是念电机的，你就去念一个商，这个东西对你来讲难不倒你。”我想说，对哦，好，那我就真的就去台大，就是念了一个这样子。事实上，我很 care about 学家人之间关系要有话可以讲。那我其实念了以后，发现真的。当你透过2年的这个知识整理以后，真的我以后真的可以不用再问先生任何问题，我真的就懂了。但是我相信啊，台艺大这个艺术管理跟文化政策这一个博士念出来，是完全 for 富邦美术馆的准备吗？他一开始
录取10位，对不对？是。然后后来呢，5位决定继续读下去。好，你同窗5位。是。然后到我们录影为止，拿到博士的是不是2位？是我觉得在可能2、3年前是2位，我不知道最近2年还有没有，但这是真的很难，因为大家都在工作，我常常听说读博士读到最后可能婚姻也没了，是。然后如果家人有什么状况，你也读不下去了，所以这个能够读出来真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很难。那我读这个当然真的是在筹备美术馆才开始读，因为我觉得我有需要。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这个专业，我如何到国外去跟别的馆的馆长谈论我要的内容，跟我要如何策划这些？如果我只不过是一个富邦的蔡明兴的太太夫人，我没有办法 handle 这样子的一个平坐，并我不希望人家看到我的时候都只是一个 dollar sign 在上面，就是都在讲钱。事实上，我觉得读了这5年的训练对我来讲非常有用，因为你有一个逻辑，可以知道怎么去做研究，这个是我最大的收获。尤其在疫情年，这是一个各方面都相对比较孤独的一个时间。是。你没有想过说，其实你就去读就好了，不一定要拿到这个博士。是。其实你讲对了，其实我后来读到第4年的时候，我真的想要放弃了，因为太难了。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已经家里这么多事情，先生，然后就是我们4代同堂。我要 take care 的人太多了，那这件事情是为我自己而念。可是后来想，那个老师就说你不能够放弃，因为只剩下1年了。后来我也是咬紧牙关，最后1年就是真的很努力的把那个论文写出来。就是在这个台艺大的博士班过程，我选了一堂课是建筑系的课。我们那时候班上大概有10位学生，老师就说你们可以选全世界你最喜欢的建筑师所盖的博物馆。那每个人要做 presentation 出来，然后老师就说：“哎，这30个地方有谁去过？”然后我是唯一一个每个地方都去过的，所以老师就说：“好，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下一堂课就请你来教了？”好，那后来我就真的有一堂课，我就上去讲了，讲了3个小时以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很佩服你，因为我觉得讲3小时的课真的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做到。”所以诞生这个美术馆哈。我相信比起，因为他跟你念博士是同一个时间存在的，诞生这个美术馆，它有一个很大的心情是分享，对不对？神就一步把它放在国际，然后看到的人，哇，原来这些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聚在一起都不讲钱的。其实，如果你静静的想做一个美术馆，这么难，我很想逃跑的。事实上没有这么容易的，就是你光想到说美术馆其实是多么的艰辛的一个工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美术馆并不是这么大的美术馆，一开始只有300平的一个小 center， 后来经过这10年慢慢长成这么大的一个馆，这也不是我预料当中的。然后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一想到这么困难，我有一点想逃，我就想说，哎呀，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国际的馆长直接进来做馆长，我就可以在后面看。然后其实这个并不难，可是呢，上帝并没有让我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他送了3个牧者从国外来帮我祷告的时候，都告诉我说，他没有要你 take the shortcut or easy way， 就有点像说，你今天好不容易50岁怀胎了。你生出来小孩你自己不带，叫别人带，那你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呀？那你又为什么要生这个小孩？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是 vividly 跟我讲这件事，说你要自己带，因为这个是你的事，这个是我好像他为我预备，让我在这里，他给我一个 calling， 是一个顺服的过程。对，那当我顺服就蒙福喽。像我在 NSO 唱那个帮他们 fundraising 的时候，唱了一些 opera。的歌之后呢，帮他们 raising 大概2000多万，然后之后就是纽约爱乐 Newfield 的人知道了我会唱歌以后，他就把我请去当那边的董事，就 Newfield 的董事。我一进去那里了以后，我就看到的全世界最顶端的这些人，不是说只是把钱捐出去，他们都是很用心、很尽心尽力的在帮助这些团体。之后我又变成 UCLA 的董事，
又变成 LACMA 的董事，又到了 Tate Modern， 又到了 Guggenheim， 这些都是，这是神就一步把它放在国际，然后看到的人，哇，原来这些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聚在一起都不讲钱的，他们都在讲他们这一辈子做了多少事情，包括他们盖了什么医院，盖了美术馆，什么音乐厅，然后自己。而且他们讲起来都好开心哦，就好像在讲他自己的小孩跟儿子一样。所以我就学到了说，原来神会把一个人 lift up 在一个位置上，是因为他们的心是很愿意 give。到了那里以后，我就开始觉得，哦，原来文化艺术是受到全世界最尊敬的。你今天，譬如说，我现在拿了我的富邦美术馆的馆长的名片递出去的时候，每一个人对你就是一个尊重。所以先生呢，现在也印了一张，他觉得这张名片比其他还好用。那他的 title 是什么？你是馆长、董事长 ，OK？ 因为他是创始人啊，所以他就董事长，他就觉得哇，你这名片又漂亮又好，一出去递出去，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当初看到这样子的画作的时候呢，是觉得说，怎么可能有？你看看，只有三个颜色，就这么简单，然后这么简单的线条，可是那个气质完全把我们东方人的气质用西方人的立体感画出来了。讲起自己收藏的常玉作品，成为富邦美术馆的典藏画作。身为馆长的欧美会说的眉飞色舞，不只是多年珍藏展出给大众观赏。2024年5月开幕的富邦美术馆，正是他对艺术热情的实践场域。本来有一阵子他也是想要请其他的国外的这个美术馆的馆长来当馆长。那当时我就是一个以朋友的立场来说，我觉得他其实还蛮适合当馆长的。最能体现这个美术馆，其实就是馆长啊，就是 Maggie 啊。从艺术收藏家到经营美术馆，欧美会一路上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亚洲文化协会的执行长张元倩，同时也是资深策展人和艺评家，这样看待欧美会。从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正在找什么是我们可以热情的所在，到后来慢慢的，我觉得有一种他有了终极关怀，所以我好喜欢跟 Maggie 一起做事，他的能量 power 跟热情都是让我叹为观止。富邦美术馆筹备时间长达10年，早来享誉国际、拥有建筑诗人称号的意大利建筑师 Renzo Piano 负责设计。刚开馆的2档展览以罗丹雕塑和梵谷真迹打响名号，光导览手册就用尽巧思。这是罗丹的儿童导览手册，像这个是罗丹跟莫内的故事，他们吵架了。那我们本来的写法是比较条列式的，馆长就会说太无聊，他不要我们的导览手册像教科书一样。吴宇志是富邦美术馆教育推广组长，从过去在艺术基金会策划富邦讲堂，与欧美会一起工作10几年，对于他的魄力与前瞻印象深刻。我们美术馆在开馆之前，他其实把展览组跟教育推广组都派到国外，到 LA 去学习。馆长就说：“你们为什么只去美西？你们应该要去美东啊！”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奢侈的幸福。这样，那我们参观的馆所就是一路往上加到15所。他非常的有远见，有视野。套一句我们罗丹当时的展览的话，罗丹说：“这个世界其实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那个发现美的眼睛。”我觉得我们的馆长是有那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工作之外，欧美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牧师黄国伦和他一起走过创办教会，也一同参与展览的教育工作。看着这位多年战友的努力，有些不舍。我觉得是不被理解吧。他其实用心良苦，他并不是为了说商业利益，他是一个使命。我周遭放眼望去，很少人关心这一块这个领域。就是说，这个艺术的一个重要性，虽然过程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一切都值得。这是一个你们家族的名称的一个美术馆，挂着一个馆长的一个名片。那你名片递出去，你有这样子的，责任呐，你就想要付出这样子的努力呀。你可以说沉重，可是对他来讲，沉重还带着很多很多的兴趣。跟很多自己的愿意。
热情的背后是更多的愿意与付出。外人看欧美会是谁？从富邦金控董事长夫人到美术馆馆长，艺术在青年时找上了他，到中年时带来了慰藉，现在进入回报反馈的年岁。艺术是欧美会诉说的人生语言，也是他感谢生命的付出。就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开幕的时候都已经讲好那个日期了，可是我们前面广场的那个 Plaza 的那个雕塑，有没有白色的那个人的雕塑，就一直在传，他是从巴塞罗那飘来的，飘了好几个月就飘不到。就在听馆长分享里面有一个感受，我觉得也是你今天想带给看这集所有华人观众的，就是说你有一个分享的新的意愿，但是你需要有一个非常高的，不管是目标或者是 calling 带领你，而在这带领的过程中，你要准备的是完全顺服。对，顺服是最难的。对，就是怎么样放下你自己的主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分辨这件事情我应该顺服。可是神会不停的催逼我，他会告诉我的，因为当你在逃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你若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心安。所以其实有一个 confirmation 很容易，就是当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心安了，你就知道这是神要你做的。要拿出一个美术馆，除了里面的展览之外，我们看到富邦美术馆它的建筑本身，那你又是对于细节这么看重的人，所以你后来怎么样选到有建筑诗人之称的 Renzo Piano， 然后他怎么样点头？其实 Renzo Piano 是我一直非常心仪的一个建筑师，尤其他是全世界盖最多美术馆的建筑师。大家都知道庞毕度是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盖的。还有就是后来已经过去了瑞士，他帮了一个 Baillier Foundation 做。我去了那个馆以后，就觉得它的光非常自然，尤其到了室内，它整个通透感，你眼睛非常舒服。当你逛了一天美术馆下来，就是你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密闭的空间，黑黑暗的时候，其实你看不久，你眼睛会累，你就很想走了。后来我就跟 Renzo Piano 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讲了一个小小的秘密，他说：“其实 Maggie， 我跟你讲哦。”如果不是因为你做了这个美术馆，我还不一定会选这个案子，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他们是在选择的，因为太多人想要让他们设计了，所以他就说啊，其实我是对美术馆是最有兴趣，而且我们美术馆它是亲自亲为、亲自设计。那很多的商业大楼其实它可以有 team 吗？它可以让下面人设计，他只要改一改就好了。可是他就会跟我讲，而且他会，譬如说我们现在的楼。美术馆很通透的玻璃，刚开始的时候，他前面不让我有个大门进去，可是我就花了很多精神到他的办公室，到他的家去跟他谈说，为什么我要开这个门，或者是在3楼我要开这个窗。当初他设计我们3楼的时候是没有开窗的，可是我就告诉他说，我希望有窗看出去光，可以看到树梢，诸如此类。如果说我没有跟他是有这样的关系，跟他沟通，事实上他们这种建筑师是不会听你讲的。就是我们的沟通的过程，我们反而变成好朋友了。所以你让我觉得很多人他常会讲一句话，比方有的人看到啊富邦美术馆，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访问翁馆长？其实有这么多钱，这个事情一定很好办。哦不是，它是你过去所有累积的你自己内在的兴趣、渴望，然后使得当你在做选择分辨的时候，你能够对话。我想能够对话是处理细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讲到这个，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说，一路上走来帮助我的人太多。今天我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上为大家做一点事情，第一，我如果能够嫁给蔡明星，因为我的婆婆是一个，她的爸爸是以前杨兆嘉，他是民政厅长，那个时候他就把台湾最老的那一代，包括李石桥，所有这些老的年代的那些画家都住在他们家。那时候他们家是这些画家以前很穷，那其实那个时候等于说我们的外公他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那我要做美术馆的时候，我婆婆也说啊，那你是不是要开 gallery 或者是要做美术馆？因为婆婆呢，其实她有很多收藏是她爸爸给她，就是老一代的画家的东西，所以她对这个东西是熟悉的。而且以前我刚刚结婚以后，我也常常跟她去逛画廊，所以她是一个后面支持的。如果她今天是一个
不认识这个行业的人，他也许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再来就是我先生愿意支持我，因为一开始他也不是真的很喜欢西洋艺术，他是喜欢古董的。他也许也看到说，我们这种念电机系这种，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很认真嘛，做什么事情就是一板一眼，然后就是每一个小事情都要哇。就是说，其实我设计了10个房子，我们从以前结婚38年到现在，我设计10个案子。他看到我的那种讲究的程度，他就觉得好吧，那我应该放心你了。然后就是一路上就是从生活的小点，让他看到说，原来小事这么忠心，你是可以成就大事的。所以有句话嘛，信任在小事上忠心。就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开幕的时候都已经讲好那个日期了，可是我们前面广场的那个 Plaza 的那个雕塑，有没有白色的那个人的雕塑，就一直在传，他是从巴塞罗那飘来的，飘了好几个月就飘不到，就对这个叫光与爱。为了这一件呢，我还特别飞到了巴塞罗那，到他的 studio 里面跟他商量说，我要多大、什么颜色，上面的字要用什么字，有没有都跟他商量好。然后可是他就是 suppose 要2个月前就要来，可是他就一直因为打仗那船就会被绕道，然后就一直，那你也急不来啊？我非常急耶！你知道，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仰的话，我不知道我每天要怎么睡觉。所以呢，那天就在祷告，然后是有 peace， 然后最后就在前1个礼拜飘到，然后这个地上你看下面要灌那个泥浆，它才有办法 secure 站在那里。所以可是最后那几个礼拜呢，就每天下雨，你一下雨，这下面这个就不会干，然后就没有办法站起来，对不对？所以可是就是配合的好好。当他要成这件事情，他就成。为什么？他就会每天有一段3个小时、4个小时没下雨，然后就可以施工，就这样。然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的前，就是我们开幕的前2、3天就站在这里了。刚刚你就聊到一个，我觉得那个比喻很好，就是当你生了一个小孩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比较厉害，我全部给他养好了，我只要出钱就好了，不会。那富邦美术馆这个孩子他诞生以后到现在，你对他有没有什么非常具体的期望？我们可以把国外好的东西让他们就可以看见。第二呢，我是希望让台湾的艺术家，将来我们也会站我们 local 的艺术家，我希望他们站上这个舞台以后，成为有自信的人。那还有一个就是行政，就是我们台湾的透过我们跟国外引进这个大展，共同合作、共同企划、共同策展，也可以让我们行政人员也变得国际化，培养未来的行政人员。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从6岁到13岁的小孩们，我们希望给他们儿童教育，是我们在学校给不到的。那如果小孩子从6岁常常进来美术馆，他听说了，就是有一个科学的根据是说，只要在6岁以前进去3次，你一辈子就会进美术馆了。哇！他就植下你这个种子，你就开始对这个东西不会害怕，然后你更会想去。那通常我以前在带我小孩去看美术馆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去商店先选1、2件他喜欢的东西再进去。那他们就会觉得我选了这个，然后去找美术馆里面的画作在那里跟他 match， 就好像这也不错。对，然后小孩子就喜欢了。所以其实商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像我们以前做了28年的粉乐町，有一些累积，也真的让整个东区的商家自己懂得去把艺术带到他们的店里面去，这个也带动了一些。你看现在台湾有好多的 store 都很有味道，他们都很懂得用艺术，他们自己主动去找艺术家，帮他们在他们的shop 里面做很多的装置。那其实也带动了这些，让商家的美感也提升了。那在最后进入2025年的时候，我记得呢，我问馆长，我说，2025年我们觉得会非常特别的展览有哪些？馆长说，那个他就给我看这个大蜘蛛，然后我就第一个说，这是东京6本木那只蜘蛛吗？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可不可以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2025年富邦美术馆这一个展？好，
那这个就是 Louis Bourgeois 他的最有名的蜘蛛，这个是在10几年前，我跟先生带2个小孩，那个时候他们还没结婚，那我们是去，这是毕尔包Guggenheim 美术馆外面的一只蜘蛛，所以那个时候看到它的就会哇，超美的，觉得就是说其实也不太认识这个人，可是就对这只蜘蛛有很大的影响。Molly 美术馆的馆长妈咪，她策划的这个展览，先在Sydney 的先展了，然后 travel 到了Molly 美术馆、森美术馆，然后现在正在森美术馆展。这只蜘蛛其实是站立在很多很重要的广场，据我所知，它有8只。那这一次来的是一个叫 Crouching Spider， 并不是这么高的，对，它是那个脚伸得很长，然后比较矮的。可是那只的动感，它的肌肉是非常精彩。其实这次的展览会来，是因为 Molly 美术馆的馆长自己来找我们，可不可以来台湾？台湾之后又去韩国，所以我们可以变成是一个巡回展。我就是很喜欢，为什么？因为他的故事非常动人，是在讲说 Louis Bourgeois 在20几岁的时候移到美国，那他走出了他的舒适圈，到了美国以后，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女性艺术家在美国是非常难生存的。她如何在那个环境里面坚持自己，然后走出一条路，变成一个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很少能在一个美术馆听到馆长的导览，那希望这一集呢，大家能够多多分享，也非常谢谢欧美慧馆长，谢谢，让我们都带着我们的生命经验，或许多一点透过艺术的连结，使我们的生命经验能够说话，也能够对话。今天非常谢谢翁馆长，谢谢念华，谢谢大家。